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码电竞英雄联盟。这款游戏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度过了10多个火热春秋。回想起它刚刚诞生的日子，那份新鲜感和激情仿佛就在昨日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 LOL 玩家开始意识到，这款曾经风靡全球的游戏正在逐渐失去它的光辉。那些昔日人头攒动、热血沸腾的电竞赛事现场，如今却显得有些冷清。LOL 网友揭露赛事真相 ：LPL 冷门战队比赛，工作人员比观众多，现场空荡荡。英雄联盟比赛最火的时候，可能是 S7 和 S8 左右，当时 LOL 玩家人数达到了巅峰，赛事十分火热。LPL 各个战队甚至都有主客场，热门战队赛事现场人山人海，一票难求。今昔对比往日，又是多大差距呢？有采访爆料表示，当下 LPL 一些人气偏低的战队，在非节假日的比赛现场基本没人看，空荡荡的，全场也就20人左右。这是个什么概念？英雄联盟是团队竞技类游戏，比赛敌我双方10名选手，外加裁判、解说、教练、工作人员，怎么也不止20人。这意味着 LPL 当下冷门战队许多比赛现场 ，LPL 官方人员的数量甚至比观众还要多。有 LOL 玩家曝光，有好几次 LPL 粉丝互动环节都是各个队伍的工作人员，选手们看到他们的时候都忍不住想笑。其实想想也对。LPL 赛区多达17支战队，而真正的热门战队不过4、5支罢了。再往后，中游战队顶多再加4、5支，其余至少5、6支战队是没人在意的。线下比赛如此惨淡，线上赛事早有端倪。英雄联盟线上赛事非高人气战队赛事的直播间只有几千人，线上尚且只有这点，线下几十人也是合理的了。当下 LPL 赛区战队数量太多了。强队的确有几个，但几年以来，强队永远都是那几个。对比之下 ，LPL 的弱队几乎永无翻身之日。这些弱队长期翻腾不起浪花，渐渐就成为了玩家们口中的差队。刚开始弱队与强队比赛，玩家们还会看在强队的面子上看一看比赛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版本的一些问题，玩家们发现看强队打弱队没啥意思了。只喜欢看强队与强队的比赛，然而咱们 LPL 赛区的强队又被 T11串4，这就很尴尬了，给了玩家们很大打击。当下状况的源头可能得追溯到 LPL 野蛮发展的时期，一次性弄出了太多战队，和弱队对战又无法增加强队的实力，导致强队水平下滑不说，而今战队数量又出现了荣誉。有 LOL 玩家指出，LPL 现在观看人数的下滑是当时野蛮发展的结果。不论如何，希望 LPL 正视问题，走出颓废，变得更强吧。LPL 春季赛已经来到第4周，最后一个比赛日了。除 JDG 外的其他战队都已经打完7-8场比赛。在刚刚结束的比赛中，回归 RNG 执教的朱开首秀就对上了接近垫底的 RA， 结果换了主教练。RNG 的选手兑现实力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，战队也是陷入了4连败的窘境。LNG 和 RNG 一样，现阶段是4连败，下一场要交手的队伍是榜2大哥 NiP， 又是一场艰难的战斗，搞不好就要收获一波5连败了。简单分析一下 LNG 的问题，转会期引援肯定是有点失败的，微微拿着顶薪合同，却打不出 Tarzan 那样的效果，个人能力上的差距着实不小。本以为踢出 Tarzan 后的 LNG 会焕发新的光彩，没想到的是 LNG 失去 Tarzan 就像是失去主心骨一样， LNG 再怎么改变，实力也很差强人意，更换教练后也难以改变。白色月牙的 BP 只能说很一般，基本上都是套用其他队伍的公式，但因为选手英雄池不同，这种方法的执教效果可想而知，而他似乎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在输给 TES接受媒体采访时，直言年后打了很多训练赛，也做了很多总结，选手很刻苦，大家都很累。但之后的一句话就显得没脸没皮了。白色月牙直言 FPX 是弱队，打弱队应该比容易取胜，自己的春季赛积分还排在 FPX 后面，居然称呼对手为弱队，说实话挺不要脸的。FPX 现在是4-3战绩，努力季后赛也很有希望，而 LNG 的战绩是2-5，再输的话就要无缘季后赛了。
两支战队差了2分之多，居然敢称呼对手为弱队，真不知道是咋想的。难不成在白色月牙眼里，现在的 LNG 还能算作强队？电子竞技一直讲究成绩说话，打不过人家，积分也不比别人高，还有脸嘲讽别人是弱队，也难怪新赛季到来之后 ，LNG 的实力急速下滑，一胜难求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 LNG 当初应不应该踢出 Tarzan 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